提起王一博，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舞台上那个卡点准得吓人、动作干净利落的领舞，或者热烈里眼睛里有火、为了街舞不要命的陈硕。但说实话，你要是只把他框在顶流转型演员这些词里，可能就真看走眼了。2025年那期杂志封面，他穿黑西装，没笑，眼神很静，静得有点陌生。那种静不是公司包装出来的高冷人设，是戾气都往内收，往外不撒。咱们这圈子里，热搜一天能换3茬，今天立人设，明天塌房，热闹是热闹，可转头就忘。他偏不，他不爱在镜头前掏心掏肺，也不接那种煽情话术，就做事，做给你看。你顺着他这几年的路往回捋，会慢慢发觉，他早就把生活调成了静音模式、专注模式。外界的掌声多大，质疑多响，都进不去他的驾驶舱，也进不去他的片场。我有时候看他采访，会觉得这人挺轴的，轴的有点笨，可笨功夫往往最扛事儿。你注意过他拿方向盘的手吗？指关节那层茧厚的反光，那不是摆拍能弄出来的，是时间熬出来的。赛车这事儿，外人看个热闹。5万张票提前40多天抢空，上海站那天，看台上的绿色灯牌连成海，风一吹，晃得人眼晕。可发车格里的85号根本顾不上看，第24位发车，36圈，零失误，刹车点咬得死死的，走线干净的像用尺子量过。GT3AM 组冠军。冲线之后，记者围上来，话筒都快对到头盔面罩上了，他只丢下4个字，还要继续练，语气平的像在报菜名。可懂车的人一听，心里的咯噔一下。赛车哪是靠脸跑赢的？每天6点进场，半夜11点收车，手上的茧破了结，结了破，手套不知道报废了多少双，有回肌肉还没恢复，贴着绩效贴就往座舱里挤，智力一拉扯，人直发晕，靠墙站会儿，喘匀了，继续扣安全带。你想想，一个靠流量就能躺着接代言的艺人，图什么？图受罪，图自虐。我挺佩服他这点，跟自己较劲。死磕，在 GT 圈里，圈速快 0.1秒都得拿命去试。轮胎温度、刹车盘热衰减、空力平衡，一点点抠。他1年6次参赛，6次登台，圈速比去年硬生生缩了近2秒。2秒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无数个夜晚对着遥测数据发呆，意味着在弯心跟物理极限掰手腕。赛道对他来说从来不是秀场，是另一个练习室，换了碳纤维外壳，换了沥青地面，换了实时数据流而已，内核没变，还是那个练到凌晨4点不喊累的少年。工程师跟他沟通悬挂阻尼的时候，他听得特别专注，不插话就记，回去自己试，试错了再调。这种把数据当语言的习惯早就长进神经里了，片场也一样，甚至更狠。拍热烈那会儿，黄渤私下里跟人提过一句，这孩子对自己太狠了。闭关半年，每天8小时舞蹈，地板动作 breaking 核心发力全靠自己摔，膝盖青紫是常态，肌肉记忆是汗水喂出来的。拍到后期腿疼得下不了地，打封闭接着跳。你以为到这儿就算敬业了？芯片里的高空锁降、急刹甩尾、近身搏击，他照样不用替身。膝盖擦破了，渗血。导演喊卡，调整机位。他摆摆手，说没事。拍拍灰，回走位。现在这影视圈，绿幕抠像，动作全包，后期补脸，早成流水线标配了。愿意拿肉身去扛风险、去试错的，真不多。观众老抱怨剧假，假在哪？假在演员连个翻滚都怕弄皱高定，怕掉粉，怕人设崩。他偏不，他把每一次受伤当成了靠近角色的路。这不是卖惨，是敬畏，对镜头的敬畏，对作品的敬畏。你隔着银幕是能感觉到那种粗粝感的，不完美，但真。他早就跨过了偶像转型那道坎，不用通稿洗脑，不用数据撑腰，伤疤和作品自己会说话。我有时候看他的打戏会愣一下，不是动作多漂亮，是那种真赶上的劲儿，太稀缺了。导演喊过的时候，他往往还在喘，不是演的，是身体真到了极限，可眼神没散，那种专注骗不了人。你往回倒带，看他怎么走过来的，就懂了。9岁住院，别的孩子哭闹要玩具，他躺在病床上盯着街舞视频看入迷。出院第一件事，求妈妈报班。6年级查出来心肌炎，医生反复交代不能剧烈运动，身体刚养好点，转头就跑回舞房。13岁
一个人去韩国，语言不通，训练强度拉到满，早上9点练到凌晨4点，膝盖积水，声带小结。杜华后来回忆说，他是练习生里唯一没喊过苦的。这底色不是公关稿写出来的，是骨头里长出来的。现在总有人说年轻人脆皮，遇到点挫折就内耗，就摆烂。可你看看他的轨迹，哪一步是顺的？异国他乡的冷眼，生理极限的折磨，随时被淘汰的悬顶之剑，全咽下去了，化成肌肉记忆，化成神经反射。我翻到那些老照片，看他少年时期在练习室地板上压腿的样子，心里会泛起一阵很具体的敬意。他不是天生强，是习惯了在临界点上把自己逼过去。这种韧性让他在后来名利场的漩涡里，反而能保持一种近乎本能的清醒，不飘，不贪，知道什么该抓，什么该放。真正的成长大概就是这样，不是没摔过跤，是摔了之后自己把鞋带系紧，接着跑。没人替你疼，也没人替你跑，只能自己扛。不拍戏，不比赛，日子过得像张白纸，没饭局，没应酬，泡在车队里跟工程师调悬挂，看空力套件的数据，或者在家反复扒车载录像，找走线细节。前阵子探索心境2播出，他去攀岩、骑越野，镜头前就一句话：失败了就再试。征服他的感觉很爽，没有升华，没有金句，就是体验本身。说实话，这年头人人都怕被遗忘，发 vlog 买热搜造话题，生怕流量断了档。他的极简反倒显得有点不合群，可细看这是最聪明的活法，把时间和精力砍到最简，只留给能让他进入心流的事。咱们普通人天天被碎片信息拽着走，焦虑分散，精力透支。他早就学会做减法了，你发现没？真正能把事做成的人，生活半径往往很小，精神世界却特别宽。不靠综艺刷脸，不靠绯闻续命，筹码全压在热爱上。这种清醒的自律比任何营销矩阵都管用。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屏蔽掉噪音，人生就已经赢了一大半。我有时候看着他那种状态，会想，人要是能早点想明白这点，能少走多少弯路。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专注成了最贵的奢侈品，他却把它用成了日常争议，当然没停过。总有人酸，说完赛车是顶流人性，靠资源砸出来的。可赛车圈认的适应标准， FIA 认证的D级执照，1年6赛6次登台，圈速实打实快了2秒。懂行的都清楚， GT 赛事里 0.1 秒的提升都是玄学，2秒背后是数据，是博弈，是轮胎抓地力和刹车温度的精密计算。雷军特地从北京飞过去，不是去蹭流量的，是去看那股纯粹劲儿，看对机械的尊重。面对质疑，他从来不急着自证，戴好头盔，踩油门，用结果说话，这底气最硬。咱们这社会挺有意思，人还没出成绩，质疑先铺好，成绩出来了，换个角度挑刺。他早跳出这个陷阱了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看，观众不瞎。真正的实力派不跟键盘吵，只跟昨天的自己较劲。卷速表、领奖台、作品口碑连成一条上升的线，流言蜚语自动变成背景音，风噪而已，关上车窗就听不见了。赛车场上的胜负从不看热搜排名，只看计时器，片场里的认可也不看粉丝控评，只看导演喊不喊卡。规矩很简单，做到了就赢了，做不到说再多也没用。他懂这个理，所以从不费口舌。3个月前，记者问婚姻，他答得干脆，太遥远了，网上炸了，骂的骂，夸的夸。可你顺着他这几年的路看，就懂了，不是排斥感情，是人生调成了专注模式，重心在赛道，在片场，每一分精力都要榨干，哪有空去经营一段需要长期投入、情绪互换的关系？现在多少人20出头就被催婚，焦虑得失眠，怕错过节点，甚至将就。他偏不，把热爱排在世俗时间表前面。这选择需要定力，需要权衡机会成本。他不怕被议论，只怕辜负了当初那个在练习室流汗的自己。这不是冷漠，是极度清醒的自我认知，知道能量有限，不勉强应付人生 KPI，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。或许对他来说，现阶段最浪漫的告白不是鲜花钻戒，是把梦想拼到没有遗憾。能坦然说出太遥远的人，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主轴，不被外界的钟推着走。
我听着这4个字，反而觉得挺踏实。不画大饼，不立虚誓，就是如实交代现状，挺好。人这辈子能清楚知道自己现阶段该干什么，已经赢了很多人。感情不是任务，热爱也不是消遣，都得认真对待。他选了自己能负全责的那条路，没毛病。27岁，正当年。他不靠绯闻炒热度，不靠综艺刷存在感，心血全浇在热爱的土壤里。13岁在韩国默默擦眼泪的少年，现在能站在聚光灯下点燃全场，也能在赛道上疾驰夺冠。85号头盔，片场打光灯，成了青春最硬的注脚。我有时候坐在电脑前刷到他的片段，会停下来想，咱们普通人能从他身上带走点什么？不是非得成顶流，不是非要去赛车跳舞，是在喧嚣里给自己找个值得死磕的支点。人生不是轨道，是旷野。可旷野上最容易迷路的，往往是什么都想要，却什么都不专注的人。他用7年如1日的专注打了个样，把人生调成专注模式，跟梦想死磕到底。时间会给出答案，在他身上能看到热爱的分量，也能看到清醒的价值。不慌不忙，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，然后轻描淡写的说一句，还要继续练。这大概就是对生活最体面也最有力量的回应了。我合上电脑，窗外车来车往，忽然觉得人这辈子能找到一件让自己愿意死磕的事，挺幸运的。哪怕慢一点，哪怕远一点，只要方向盘在自己手里，就不算迷路。风很大，路还长，但他知道往哪开，这就够了。